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究竟是什麼意思？這個概念必須從狹義的中國來理解，前提必須理解1945年台灣光復、1949年兩岸分治的歷史，否則無法明白這個概念，將自己陷入無止境的憤怒與仇恨的循環。狹義的中國的核心在於兩岸的主權與法統重疊，但互不控制，對外只能一個代表權。在中華民國框架下的中國，台北是中央政府實質所在地，南京則是法定首都，主權涵蓋大陸與台澎金馬。大陸被中共控制，其政府稱為中共政權。邦交國若承認中華民國，就等於承認中華民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因此無法與中共政權進行官方往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裡的中國，1949年取代中華民國，繼承所有的主權，北京成為中央政府所在地，而台澎金馬則被視為台灣當局。因此，邦交國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合法中國政府，就不會與台灣當局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若有往來，只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審概念下進行。這樣就能理解聯合國中的中國席位為何從中華民國順勢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上，因為兩岸都是代表同一個中國，但只能一方作為代表。也因為如此，中華民國不可能以重新加入的方式重返聯合國，因為中國的席位已經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而台灣民意更不可能，因為台灣主權涵蓋在任何國號的概念下，要重返只能以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權的方式。廣義的中國是一種對現況的觀察方式，指的是現狀中兩岸實質分治、相互對立、互不隸屬，但皆屬於中國概念之下，可觀察出一國兩府的現象。中華民國實質控制台澎金馬，中華人民共和國控制中國大陸。然而，該架構無法真正解釋重疊的問題，因為兩岸關係不僅涉及實質控制區，更涉及到主權、法統、外交的重疊。而這概念僅從控制區角度出發，不談主權。以這個論調為基礎，最終會衍生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錯誤認知。因此，所謂廣義的中國只能被視為一種表面上的一國兩府、一國兩號、兩府共存的客觀現象描述，而非能成其解釋法理現實的完整論述。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代表的是主權切割，確立新的主權範圍，將控制區視為完整主權，非控制區則聲稱放棄，以達一國切割成兩國的關係。但要達到這樣的狀態，必須以完成和平協議分家為前提才能實現。因此，現階段的兩岸分治仍屬於中國境內兩個政治實體主權重疊的現象，而非兩國並立。以上僅以現實客觀角度陳述，不帶任何立場。